在老广的饮食菜谱里，食材的选取一贯以生鲜硬实为上。怎样才能在长时间内最大程度地保存海产的鲜味儿？老广自有一套。今年雨水多會豐收啊，一定要上嚟睇睇啲行情先得。是啊。伊德路这条广州越秀区的骑楼老街，只有短短870米，却集中了10多个专业市场，过1000家商铺，因咸鱼、海味、干果闻名全国。嗰啲貝都好均勻。揀貨呢冇黐手，嗰啲貨呢質量又比較好啲。干贝，老广俗称瑶柱，性味甘咸平，有滋阴补肾、健脾调中的功效。顏色都可以。今年53岁的杨汉明是湛江北部湾的渔民。20年前，他在当地率先养殖瑶柱。20年后，湛江北部湾的家家户户都是瑶柱养殖能手。基本上我哋做出嘅產品都係拉上嚟一德路呢度批發，其他地方全國各地到世界都係嚟呢度批發。5月仲夏，杨汉明总会在入夜前驾驶渔船，在自家1万亩贝田上视察。今年嘅雨水啊特別多，嗰啲貝啊生長啊比較靚，貪料平啲人就出嚟偷。今年都發現都冇見咗幾百籠都有啦。为了减少损失，入夜前后每隔3个小时，杨汉明就得驾船绕海1圈。93年呢個環境唔好之後，我哋七個呢搞珍珠之後呢，就96年翻嚟就睇到嗰隻山東嗰邊呢扇貝嗰隻行業就比較靚，後嚟呢我就把呢隻項目引進翻嚟呢度。當年湛江北部灣的珍珠養殖業正值寒冬，謀求出路的楊漢明帶着扇貝回來時，當地珍珠養殖戶普遍不看好，連家人也提出了反對。佢都有反對話，開始話，不過我哋呢大男人主義嘛，即係講睇住項目就上咯，唔理嘅咯。看中了就上，從養殖設施的建設到種苗的培植，為了炮製這碗頭啖湯，楊漢明花了5年的時間。一扇貝呢，其實靠食嗰啲海上微生物嘅。1年收成2次㗎，農曆5、6月份嘅時候呢，就係加工瑤柱，嗰隻量就比較大啲。最後第2做呢，就係春節前，嗰隻量就比較少少，就係做前貝。直到2002年，看到楊漢明勢頭不錯，其他漁民才陸續開始跟隨轉型。製作瑤柱分為採、開、洗、煮、曬、烘這6個步驟，每個步驟都有明確的時間分配表。捕撈必須在每天的退潮期進行，待潮水開漲時，捕撈工作必須停止。好，大家嗰條線測佢哋，而家12點就流水啱，你快啲測佢啦。佢嗰分啊屬於係季節性嚟㗎，佢一到嗰隻農曆5月呢，佢就開始肥啊嘛，你唔作呢，佢就過後呢，佢就死嘛。佢嗰隻扇貝呢，喺颱風之前基本上都收完㗎啦。把1萬畝的扇貝製作成瑤柱，要反反复复的在海上作業50、60天，而且前提是天氣給力。得啫，洗個休去解8籠得嘞。冇到太多，等下又搞蝦就。扇貝起網後，需要爭分奪秒地送回岸邊，緊接着就是開殼取雞。開
开壳的关键在于经验。每年这个时候，杨汉明都会把村里所有专家聘请过来。第一刀你一定要靠邊先得，一刀放落去呢，佢已經就成個魚翅就好完整啊。湯唔靠邊呢，成2個啦，一個魚翅就成2個。嗰隻扇貝呢，佢都係靠攞隻閉殼機啊嘛，佢嗰啲裙啊同埋啲膏呢，全部都唔要。當扇貝褪去堅硬的軀殼，剩下的便是歷經海浪後的精華。白嫩的閉殼肌需要反覆沖洗，確保無雜質後，再放入已經調製好的鹽水裡猛火快煮。用嗰隻梅燒呢，佢火力猛嘛，煮呢時間要快，一般控制喺10分鐘左右呢，佢就煮熟嘅。瑤柱起鍋後，第一時間要過冷河，冷河能讓閉殼肌迅速降溫，鎖住鮮味，同時淡化表面的鹹度。過完冷河，瑤柱的半成品才能平鋪到網上，接受日光浴。放喺西度，馬上攞出去曬，曬咗5成乾，就馬上要放入嗰隻烘房啊，用嗰啲煤呢，再去烘到8成度。要經過煤烘，佢嗰隻香氣先有。你單係靠太陽曬呢，香度都唔得，唔夠。改變以往單純依靠日光暴曬的方式，用煤爐加工烘乾是楊漢明的創新之一。捕撈、去殼、清洗、蒸煮、烘曬，到最後分裝，每一顆瑤柱都濃縮漁民的心血，蘊藏大海的生命力。夜幕降臨，一頓簡單美味的家常菜就是最好的補償。哎，老婆大人，今日魚翅好靚，你今日做食食。好咯。瑤柱冬瓜排骨湯是老廣的經典靓湯，冬瓜和瑤柱堪稱絕配。瑤柱竟能釋放冬瓜的清甜，還讓一煲湯水濃郁鮮香。一般我下邊人都係咁煲湯啦，燉親嚟嘅湯係清甜嘅。鮮瑤柱炒冬瓜，蠔油清蒸鮮瑤柱，水煮原汁扇貝，清爽又熱氣騰騰的3菜一湯，踏實而溫暖。老豆帶你過5年就把呢行業交俾你啦，你有沒有信心啊？有。這顆小貝殼從墨西哥灣來到南中國，在楊漢明守護的一方水土下長大，經加工後變身瑤柱乾，最後流落在世界各地華人的餐桌上。吃什麼，怎麼吃，無論是新食材還是老味道，折射一方水土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，正如老廣對待茶葉的態度。料菜呢是最具飲食養生價值嘅，能夠雙料、蒸菜、煮汁配落口技，所以咱嘅料菜嘅飲食嘅這個文化，伊也非常吸引人嘅。52歲的張樹茂是潮菜名廚，不僅致力於潮菜烹飪技藝的鑽研探索，更身體力行帶徒傳藝，因此被評為非遺潮菜傳承人。舊高本書過，要咩錄出咱料菜獨立烹飪技法，叫做蔬菜烘做。現在啱啱清明節前後，現在春底愛好菜調。即佢，我用春底來做4道菜夾嚟給咱分享嘅，係咪？喂，永兄，丁老師你好，你好。來去找個好嘅底，你話想拿來做寡道地上來教起學生。還好，還是馬上就把這拍點口啊，哈。粵東第一高峰潮州鳳凰山，瀕臨東海，氣候溫暖，雨水充足。優越的環境孕育出宋種茶王單叢茶。
但佢嘅咪做咗就全部進做咩食㗎？好。茶农曾树荣一家3代靠单从为生，正是这一片绿叶，让张树茂和曾树荣结缘凤凰山。今年34岁的曾树荣，13年前告别外出闯荡的生涯，选择回山接收祖业。凤凰山的茶，一年可采摘春秋2季。但与一般的茶农不同，曾树荣遵循了祖辈定下的铁律，只采春茶。从我爷爷到我这一代开始，为了保持那个来年的茶叶的质量，一年都是采摘一次，质量提高的，价格也提高的，基本上都是一样的。好，第一等啊！等下，张涛的老板。并非人人都能做到重质不重量，能坚守1年1采的茶农，在凤凰山只有近1/3。每年开采前夕，父亲曾克辉都会给儿子演绎自家制茶本领。日個乜唔理得落即係傳統嘅啊，即係落真嘅，一落又逼咗，我係掛住啊嚇，係，就會落咩？掛住，差嘅，第一種採除，要掛拍。晒青、晾青、做青、杀青、揉捻、烘焙，6道工序环环紧扣，每道工序看似简单，绝不能掉以轻心，稍有疏忽就会功亏一篑。不但茶叶无法称之为单从，价格更是一落千丈。3月，湿润绵长，正是第1手单从的采摘佳期。曾树荣要赶在正午太阳出来的时刻上山开采。采茶得有太阳，天气好，做出的茶叶才能香。单从那个特点就是香干，回甘好。英兄啊！哦，丁老師，今日天氣好，買就好啲啊！好啊。出太阳才能采茶，是曾树荣铁定的原则。食材一定要精挑，是张树茂坚守的底线。细耕慢培，精挑细选，茶扇的制作既是曾树荣和张树茂的技术结合，更是制茶与烹饪2大领域之间的交互融合。老師會了正職嘅時間，列了知識嘅遲啲來，今日呢就一嚟做4道菜，去大學們分享者嚟學習嘅。张树茂的授课亮点在于变，食物随时节而变，味道随食材而变。茶香虾，这道老广最为熟悉的粤菜，如何在虾的鲜甜之上突出茶的香味儿？张树茂有着自己的一套秘方。湯嘅薑嚟加入濃茶汁，然後呢嚟芝士嚟椒，就呢個汁嚟飲起。因為蝦呢伊含有豐富嘅蛋白質，所以落芝士經過油炸嘅時候呢，伊會流失部分。能落喺落炸嘅時候呢，洗去伊加住嘅濃清啊。扇要求不只是色香味儿，意和形的展现亦不能少。做隻地香蝦呢是喺獨出自嘅第一個清香。嫩茶叶过水后剁成茶末，加入蛋白和肉末做成单丛茶羹。热性老窠跟寒性茶心、鲍鱼搭配成茶心炖鲍鱼。茶叶剁碎，包裹在糯米上面，做成清茶汤丸。这样养生的搭配，在张树茂手里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以茶入馔成就的茶扇，既保留茶叶丰富的营养价值，又带出变化多样的味道体验。博采众长，融合贯通，让老广们的味觉越发挑剔。
餐桌上的一菜一汤、一饭一肉，虽然平凡家常，却是当地山海田野的浓缩精华，以及漫长流转的生命轨迹。